大家好，打扫初次见面哦。今天跟大家聊减糖。减糖是什么？现在已经很流行了嘛，就是每天的碳水化合物摄取量不要太多。那今天打扫呢，希望你跟我一样，把肩膀拉直，缩小腹。我们用这个动作来听打扫聊减糖。打扫呢，试过很多种减肥方法，有笼总的断食，也有吃过减肥药，然后结婚的时候最多瘦到57、56公斤，但是隔天马上噗就飙回来，快接近60了。然后生完小孩，我生了2个小孩，然后小孩生完之后胖啊，然后最后慢慢减，身高168，然后体重一直维持在68、69公斤。然后因为我的肩膀一直很宽，所以只要有一点点肉包住呢，就会觉得很壮。然后我就是一直就像一颗气球一样，很想减肥，然后很用力减的时候就消下来，但是回来的时候就噗，就跟气球一样，就棒变胖了。然后一直到2年前的时候，朋友介绍我就是试减糖。那我是怎么开始的？我先从晚餐开始。晚餐呢，因为要照顾小孩嘛，总是要煮饭。那我就是先只吃菜，饭类的东西、淀粉类的东西我就不吃。然后试了2个礼拜之后，有小小的成绩耶，瘦了大概1公斤左右。那我就开始想说，减糖这个东西真的是可以试试看的，所以我就开始加入早餐跟午餐。那你就会发现，整个我从2019年4月开始减，很认真的减1个月哦，减1个月我的体重就将近快直线的下降7、8公斤。但是我假日还是非常认真减的。那简单讲一下碳水化合物，记得肩膀还有缩小腹，一直用力。简单讲一下，减糖呢，一天呢摄取的量就是不要超过60公克。碳水化合物，我们包装上面是不是都会有那个碳水化合物、脂肪啊、钠的含量，不要超过60%一天。然后你可以把一天的3餐平均规划，可能每一餐就大概是20。而我的规划是早餐我摄取的碳水化合物会比较多，我会找比较可能高碳水的，但是是好的碳水，比如说地瓜、马铃薯，把它当为是早餐的主食，在早餐的那个时候吃。那你的碳水化合物量如果一天控制在60公克以内的话，真的是体重会慢慢的下降。但是打扫知道的是，有一些人啊，减糖的时候啊会很辛苦的原因是什么？他很担心自己每天碳水量啊会太高，所以就会把食物拿去称重，然后去计算碳水。但其实真的不需要这样，你只需要找圆形的食物，不是 circle 啦，是食物本身原来的样子的状况下去吃。比如说高丽菜，你就不要再去做加工，做成泡菜，你直接用高丽菜切碎，然后直接拌炒来吃。你不要去吃加工类的食物。青菜类我会大量的去吃，然后肉类像白肉的话，我就会比较注重吃白肉，像鸡肉啊、海鲜啊，它的高蛋白量比较多。那当然猪肉、牛肉那些也是可以吃，它们的碳水量都会很低。当你在吃青菜类跟肉类的时候呢，就不用太去计较碳水化合物了，因为我觉得这种东西一天你一餐不可能吃的太多，而且你吃了一定的量的时候，其实你的肚子的饱足感是不够的哦。所以大家不要太去计较碳水化合物这件事情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做的是什么？找出我们的减糖、减重的目标还有动力，跟大家分享打扫的目标跟动力。其实目标一开始也是为了，一方面是健康嘛，2方面的动力呢，其实是达叔他本身真的是有一个吃不胖的体质，不吃不胖的身材。那如果我本人
吃太多，肉是不是就会多了一点？多了一点，在他旁边就好像是姐姐跟弟弟，就是有一点点省味跑出来了，所以就会让我觉得有一点点压力。所以就因为这个压力，让我去更了解减糖这个东西。然后其实减糖这样子下来也2年了，所以如果你可以从今天开始找出你的目标跟动力，欢迎大家写在下面的留言的地方，好不好？留言跟大家分享说你的目标跟动力是什么。之后打扫呢，每个礼拜可以跟大家一起运动聊减糖哦。如果喜欢这个影片，记得帮我们按小铃铛。下周见哦，拜拜。